都怪林若锦那个贱人，撞大运救了皇后，现在皇后明里暗里偏帮着她，可气死我了。不仅如此，萧夜寒生母出身微贱，父皇原本对她并不重视，可如今明显已有改观。再这样下去，她迟早会威胁到本王的地位。如今林若锦天天在皇宫给皇后侍寝，若是在此期间皇后出了什么问题，皇后出事，林若锦必定难逃其责，萧夜寒也从此没了靠山，岂不任人揉捏？如此一箭双雕，妙啊！这屋内就这一张床，你睡了，本王睡哪儿？你打地铺呗。本王堂堂王爷岂能睡地上？难不成你还想跟我同床共枕啊？你不知羞耻！睡觉。王妃，王爷，王妃，王爷，皇后娘娘又不好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前些天皇后娘娘的病已经有所好转，如今却反而更严重。莫不是姐姐贪功冒进，给娘娘用了虎狼之药，这才掏空了娘娘的身子？父皇，母后这症状像是中毒。中毒？一派胡言！母后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毒？依本王看，就是你医术不精，治坏了母后。皇后宫中哪儿来的毒药？这件事情确实蹊跷，还请父皇让我仔细查看一下，我找到病因才好对症下药啊。父皇万万不可信他，什么中毒？我看就是你为了脱罪找的借口。因为姐姐的治疗，母后如今生死未卜，断不可再有任何闪失了。父皇，母后的病情延误不得，既然她言之凿凿，您不如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她是你的王妃，她治坏了母后，你也难逃其责。如果当真是她的问题，本王第一个饶不了她。不过，现在事情还尚未分明，三哥就急着给她定罪，难道心中有鬼？我心中有鬼？你胡说！难道不是？都给朕住嘴！楚王妃，朕姑且再信你一次。若查不出原因，朕绝不轻饶。皇后娘娘昨晚只进了一些八宝糕和汤药，要是老奴亲手煎的，绝对没问题。药渣还在吗？可有什么问题？这药渣和八宝糕都没有毒。够了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就是你胡乱医治，害了母后。来人，给朕把楚王妃拿下！我知道了，母后中毒的原因就是她。笑话！父皇，他明明刚刚才说过，八宝糕并无毒性，我看他就是狗急跳墙，随便指样东西来顶罪。这八宝糕中确实无毒，可是这里面加了赤蛇豆。昨晚母后服用的汤药中，有一味川芎，川芎和赤蛇豆的药性两者相克，如果一同服用，便会产生剧毒。那此毒你可能解？现在既然已经找到原因，对症下药即可。太好了，毒血全部都吐出来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了。皇上，奴婢已经查明了，八宝糕就是他做的。回皇上，奴婢真不知道八宝糕竟会和娘娘的药性相克，奴婢实属无心之失。就算你是无心之失，损伤母后凤体便是死罪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皇上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哎，皇上饶命！等一下，
平常的八宝膏中不会用到赤蛇豆，而且赤蛇豆属于狐药，在大凤都极为少见，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巧合。朕问你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个贱婢，竟敢故意毒害母后！父皇，儿臣觉得理应将她立刻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可能会懂得狐药混毒这种方法？燕王殿下这么着急就把她发落，难不成是因为你自己做贼心虚？你胡说，本王才没有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你要是肯交代出幕后主使，我就可以求父皇饶你一命。你要是不交代，慎刑司里的那些手段，你自己是知道的呀。是，你就招了吧。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想想宫外的父母家人。没有人指使奴婢，就是奴婢自己的主意。好，朕倒要看看是慎刑司的刑具硬，还是你这个贱婢的骨头硬。拖下去。是。你在做什么？你自己看看吧。狼红花粉，七星兰。本王记得，这是柳氏当时给你下的毒。赤蛇豆川芎，是母后所中之毒。没错，这几样都是狐药，产自西域，寻常人轻易不可得。可是最近接连出现，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？有何蹊跷？这两件事情，不都已经真相大白了吗？第一次柳依依死了，第二次小桃死了。你如果觉得这就是真相，那未免也有点太容易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仔细想想，这两次发生下毒事件的时候，除了你我，还有谁在？叶寒哥哥，柳妹妹好可怜，你一定为她讨回公道。你不是说皇后的病情已经无碍了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前些天皇后娘娘的病已有明显好转，如今却反而更严重。看来你已经有答案了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是月溪，这一切都是巧合。那你说黑猪草是什么东西？这黑猪草也属于狐药，之前我容貌被毁，长出那么多红斑，全部都是因为这黑猪草所害。既然如此，黑猪草和月溪毫无关系，那你的推断就不能成立。这黑猪草的确是唯一的一个例外，不过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怎么，把我害得这么惨还不够，非要当面来看我笑话是吧？我可没那么无聊，我今天来是有事情想要问你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黑猪草是那么罕见的狐药，你又不懂得药理，怎么可能知道它会害人毁容呢？所以我猜，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我确实是听人说的。那人是谁？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猜是林月溪，对不对？果然是他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他当初只是无意提到了黑猪草，是我自己偷偷记下的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被人当枪使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也不想想，当时我被称为京城第一美人，如果我的脸被毁容了，那这个称号会落在谁的头上？李月溪。对呀，谁是最大的获益者，谁才是最大的嫌疑人。那黑猪草是那么罕见的药，他没事跟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你觉得这一切可能是巧合吗？
对啊，当时就是他大肆夸赞你，才引起了我的嫉妒之心。然后他又说黑猪草可以毁人容貌，又不被大夫查出，才让我忍不住铤而走险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利用我。害人之心，人恒害之。我希望你能够谨记这一次的教训。好你个林月溪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绿茶婊，没想到你竟是个黑莲花。既然敢惹到我头上，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扒光你的伪装，让你的黑心大白于天下。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林若晴，你运气怎么那么好？皇后偏帮着你，连萧夜寒都替你说话，你到底凭什么？你说！夜寒哥哥，你不是最爱月下吗？你是不是不要月下？不，我不允许！你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，听到了没有？夜寒哥哥，月溪，你怎么来了？月溪是来给姐姐道歉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次皇后娘娘生病，月溪不知姐姐会医术，因为担心娘娘凤体受损，对姐姐颇有微词，简直惭愧。你不必自责，当初本王对她也有所误解，没想到她当真是医术超群绝伦，竟丝毫不输她的师才。看来夜寒哥哥已经不在意之前姐姐给你下药一事了。从他救了母后的举动来看，他的确是医者仁心，并非下作之人。当初下药之事虽是他错，但他与本王有婚约在前，对他也素来冷淡，本王也有几分责任，不能全怪了他。姐姐，没想到你在这儿啊！妹妹找的你好辛苦啊。你这又是准备憋什么坏水了？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月溪是来给姐姐道歉的。道歉？我可受不起。林妹妹，你好手段呀！柳依依、小桃，竟然都是你的棋子，任你摆。就连我大姐林锦心，给我下的黑猪草之毒，竟然也是出自你手。了不起，不愧是姐姐。没想到我做的这些都被你查出来了。对，都是我做的。那要怎么样呢？你是准备去夜寒哥哥那儿告发我？你猜他是会更信你，还是信我？我既能查到你一次，我就能查到你更多的证据。你别嚣张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揭开你的真面目。可惜你没这个机会。月溪，夜寒哥哥，救我！林月溪，你疯了！快让我看看。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同样的苦肉计用了2次，也就萧夜寒你这个狗脑子会相信。月溪来跟姐姐道歉，没想到姐
姐说，她好不容易得来的楚王妃，不让月溪跟叶寒哥哥见面，月溪不愿意，姐姐就拿匕首想要杀了月溪。没事，我们走。本王原本以为对你有所误会，没想到你就是这么阴险恶毒。李若琪，你太让本王失望了。你可知罪？我都说过了，不是我做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我已经查到了，黑珠草的事情就是林月溪告诉林景欣的，让我毁容，害死柳依依，给母后下毒，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他林月溪一个人做的。住口！李月溪差点就没命了，你还要污蔑他，简直罪恶至极。本王今天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30。王妃，得罪了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皇后令牌在此，我看谁敢动我。萧夜寒，你是非不分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敢对母后不敬。就算你有母后的令牌，本王奈何不了你。但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半点情分。王爷，您这就说笑了。你我本就是奉旨成婚，何来的情分可言？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，干脆从现在咱俩就一拍两散。好。休书在此，现在不再是本王的王妃。王爷，你搞错了，不是你休了我，而是我休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是我林若姐的夫君。小姐，你好不容易嫁给楚王，真要走啊？走，像这种眼盲心瞎的男人，越早离开越好。但从今以后，小姐你无依无靠的，那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就凭咱们的本事，不靠那些臭男人，咱们照样可以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那小姐有什么打算？开医馆啊！这京城这么多家医馆，大家何必在此苦等？换一家不就得了？这家医馆的林大夫不仅医术好，收费还低，咱们等再久也情愿，是吗？对。大娘，你按照这个药方，每日3次，你这风寒咳嗽的症状就能缓解了。来，大夫，给您钱。这一个就够了，谢谢林大夫。不客气，一定记得按时服药啊。好嘞。王会长，这春风医馆低价卖药扰乱市场，可不能这么纵容他呀。是啊，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病人上门了，这么下去，我们怎么跟燕王殿下交代呀？是啊。近日，京城医师行会收入一落千丈，竟然连往日的3成都不到。房宝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王的银子都敢贪！冤枉殿下，医师行会是殿下的产业，你就给小人10个胆子，小人也不敢贪殿下的钱呢。只因最近京城新开了家医馆，他们低价抢客，其他医馆都没了病人，自然就没了收入。
废物！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还有什么资格当医师行会会长？地下气度！小人现在就去处理，马上就解决，马上解决。你就是新来的大夫？是，您是哪位？我是京城医师行会的会长。你们既在京城开医馆，便得服从行会的管辖，要统一收费。统一？怎么个统一法？诊费最低1000银子，药费另算。这么贵？那你让外面那些穷苦老百姓拿什么钱治病？这不用你操心，有咱们行会在，所有医馆都是一个价，他们看不起也得看。每年你只需交医馆的30%收入，缴纳会费，就能获得高额的收益。怎么样？你们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简直就是行业败类。现在还想拉我入伙？别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敢和行会作对，我看你在京城如何立足！哼，这春风医馆不仅不肯提价，还搞了个每月3次义诊，这样下去咱们都得完蛋呐！你得想想办法呀！是啊，一个没根基、没背景的小医馆，敢和行会作对，我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世子，参见世子，这些废物，吃了你们这么多副药啊，半点效果都没有，还开什么医馆啊？给我砸！世子息怒，您这病连宫中太医都没办法，草民们更是无能为力，还望世子见谅啊！我谅你个头啊！本世子要是死了，你们几个也都得陪葬！哎呀，疼死本世子了！草民有一主意，听闻春风医馆的林大夫自诩是医仙下凡，而且还扬言全天下没有他治不好的病。世子大可前去试一试。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带本世子过去。会长这招借刀杀人，实在是高啊！这南王乃开国功臣，在军中一呼百应，连皇上也要忍让3分，实在身份尊贵，不属皇子。这下那林若姐要倒大霉了。是天助我也！对呀。神医的，给本世子出来，要死人了！来，这边坐吧。奶奶的，开什么玩笑？本世子要找神医，怎么是个娘们儿啊？看来世子是瞧不起女大夫啊。你女人家懂什么医术啊？还敢在外面大放厥词？来人，给本世子把这医馆给拆了！是。慢着，世子，你是不是下腹疼痛难忍？还有恶心、厌食、呕吐等症状。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真的会医术？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真会医术？你这个呀，是急性阑尾炎，是由阑尾管腔堵塞造成的炎症引发的。阑尾炎症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我都没听过，你这娘们骗鬼呢！给我砸！你没听说过，不代表他就没有啊。我看你这症状也不算是严重，吃点药，把炎症消下去就好了。好，那快用药，消炎是吧？消的，伸手。
感觉怎么样？哎，这不疼了？我刚刚给你吃的是我自己调配的止痛药，这个才是消炎药。你拿回去，1日3次，每次吃1粒，差不多3天，你就基本能痊愈了。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有点东西。世子啊，你是不是还有大姐疼痛、带血的症状？什么呀，大夫？这您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你也能治？还消它吗？这个不用消，送你了，早晚各1次，立刻见效。哎！那个不是让你吃的，那个是让你塞下面的。没想到啊，你医术确实高明，要不干脆别开医馆了，来走本世子的私人大夫如何？我可没兴趣伺候你们这些王孙公子。什么兴趣啊？不就是要钱吗？100两，够不够？200两。哎，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没兴趣。是每个月300两，你这小医馆1年也挣不了这么多吧？世子，这钱你拿回去，我还忙着呢。世子，好走不送，请吧。世子，这个女大夫完全没有把您放在眼里，要不要我？这世上还真有不爱钱的人，和本世子见过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样，有点意思。这会儿世子肯定已经在大闹春风医馆了，会长这一手高明啊！这就是和我王宝山作对的下场。会长不好了！那姓林的当真救了世子的命，咱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什么？连太医都治不好的病，居然被他治好了！会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狗屁的医术啊！他就撞大运而已。林若锦，咱们走着瞧。我明明前日才给你开了退热药，怎么反倒没退，还更严重了？您给开的药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呀。怎么可能？我给你开的那个药主要是连翘，连翘才几文钱而已。可其他医馆说得一两银子。1两银子？小朱，怎么回事？最近京城流行传染性热病，中招的百姓很多，其他药铺还趁机垄断了连翘的货源，哄抬价格，如今都翻了100倍不止，实在是气人，太过分了！走，找他们去。林大夫，你自视甚高，不屑于我等为伍，此番上门又是为何呀？如今京城流传热病，百姓们苦不堪言，而你们几个却趁着现在这个时候抬高连翘的药价，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咱们又没强买强卖，明码标价，愿者上钩。凌大夫管得未免太宽了些。凌大夫菩萨心肠，不如索性把咱们连翘全买回去，免费发给百姓，岂不更能博个好名声？哎，林大夫，你若是想分一杯羹，给大家伙跪下，端个茶，认个错，
本会长便算你一份。你若只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来，那我劝你赶紧滚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几个别后悔。哎呦，有个性。退烧的药材不止连翘着一种，不过既得保证药效，还不能让那群人得逞。想起来了。多亏了这波热病，一天光卖连翘的钱就够老夫看诊10年。老夫现在就盼着得病的人越来越多，咱们就赚他个盆满钵满。这些日子那姓林的乱来，害得我等门可罗雀。如今咱们终于一雪前耻了。敢和行会作对，就是自寻死路嘛。就是啊。大人们，大事不妙，热病有了新药方，咱们高家屯的这些连翘全都白费了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每个人都有。每个人都有啊！给我一个，谢谢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次这个药方主要成分是金银花，这个金银花在京郊各地你们都能采到，如果有需要的，你们到时候自己采摘就可以了。听到了啊？您拿着啊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！谢谢林大夫，谢谢林大夫，谢谢大娘。让开！欺人太甚！自古以来，看病费钱花钱买药，天经地义。你先是低价抢客，现在又搞出个不要钱的退热药，是存心要断我们财路吗？是又如何？是你们先为了财路，伤害了老百姓们的活路。行医不为钱财，我等姓林苦学，岂不糟践了？只愿世间人无病，宁可架上药生尘。而你们呢，身为医者，个个利欲熏心，根本不配为医。你这谁打了我？啊！打他！哎，谁？无人有意，不得住手！大别打！就是他们送我洪家药价贩卖的财。废物，闹水的鸭子都能飞了。殿下明鉴，都怪那个林若锦才在从中作梗啊！本王当是谁呀？原来是他。他这般与本王作对，难道是受老四指使？不可能，萧夜寒早已与他划清界限。京城这些医馆，是本王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。月心，你快帮本王想想办法。没有楚王妃身份的林若锦，不过是只蝼蚁，随手捏死就好了。是。小朱，今天的药材还没送过来呀？奴婢这就去催催。不用催了，不会再有药材送来了。京城医师行会发布封杀令，从今日起，哪家药商再敢给春风医馆送药材，就是与行会为敌，行会将与之断绝一切关系。林大夫放心，你可以继续看诊。不过，凡是你的方子来咱们这儿买药，价格一律翻10倍。你们太过分了！后悔了吧？晚了，敢得罪行会，那就得付出代价。不就是封杀令吗？有什么可怕？我就不信，你们能封住全天下所有的药商。还嘴硬？好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
哦，小姐，他们明摆着逼咱们关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想想办法。怎么，改主意了？愿意来当本世子的私人大夫了？其实我今日找世子您来，是想要和您谈一笔交易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听闻世子的父亲是镇南王，为国戍边，封地在我大凤南疆，那里盛产着各种草药，京城这大半部分的药材生意也是由镇南王府占了大半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何止大半，整个京城80%的药材都是我镇南王府负责。本世子一声令下，就能让京城药铺全都破产。怎么，你的医馆被下了封杀令，走投无路，知道想起本世子了？但本世子凭什么要帮你？难道你还想以身相许不成？你不会以为本世子是那种见色眼开之辈吧？没有，世子，我没有那个想法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敢于尝试是勇于挑战自我的表现。你以身相许，说不定本世子就答应帮你忙了呢。这个我就不挑战了。不过世子啊，我还有一件更好的事情。养颜面膜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可是能让你赚大钱的好东西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大家不要急，都有。给我留着，我要。老板，我要3罐。好。这养颜面膜太有用了，我用完笑纹都淡了。给我再来5罐。好嘞。我也要，老板我呢？面膜就剩最后1罐了。我要，舍得。给我出1两银子，我出3两，我出10两。好嘞，赢的。镇南王世子果然守信，这下我们医馆算是有救了。你是哪家的药商？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罔顾封杀令，给春风医馆送药！你不怕得罪行会吗？我是行会的会长，识相的赶紧带着你东西滚蛋，不然连你家一块封杀！滚！会长，这个，哎呀，见过世子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在本世子面前造次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！给春风医馆送药材的是我镇南王府，你们谁不服，尽管来找本世子。扫眉不敢，扫眉不敢。你那养颜面膜果真好卖，你干脆别开医馆了，来跟本世子一起卖面膜挣大钱，岂不美哉？我呢，志不在此，就想着能够行医济世，造福一方就足够了。那你要小心啊！医师行会背后有大靠山，你坏了他的利益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多谢世子提醒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凭他如何，我绝不认输。看什么？赶紧干活！好一个凌若姬，竟然搭上了镇南王世子这条线，本王还真是小瞧了他。原以为万无一失的封杀令，居然就这么被他躲过去了。就是不知道他与镇南王世子关系有多深。镇南王府势大财多，本王也不好轻易得罪啊。
他一个楚王府弃妇，怎么可能入得了世子的眼？这次不过是他有运气罢了。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废了他的医馆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再按照这个方子喝一周，就能好的差不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还真有能耐，刚像狗一样被赶出楚王府，现在竟能开上医馆了。想必没少对镇南王世子摇尾乞怜吧？你要是没事，赶快从我这里滚！我这个医馆只救可救之人，你那颗心早就已经肮脏恶毒，没药可救了。我们医馆不接待。还是这么牙尖嘴利，真可惜啊！我能让你当不成楚王妃，就能让这医馆开不下去。给我走！住手！住手！谁让你们砸我招牌的？你这医馆属于违规开设，一律当砸掉招牌，立即查封。胡说！我家医馆明明手续齐全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违规？老废话，老子说违规就是违规。要什么证据？我就不信，这次镇南王世子还会住手！给我闪开！我不！给我打！哼！来！皇后娘娘令牌在此，我看谁敢！看你们谁敢！参见皇后娘娘。没事吧？你呢？见令牌，如见皇后。你居然还敢不跪？是敢藐视皇后吗？现在给我磕头认错。你休想！看来你是想当众藐视皇后啊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大点声，没听见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今日下跪之辱，我记下了。那我劝你最好牢牢记住，今日我能让你跪一次，日后我便能让你跪10次、100次。你还有什么花样，尽管使出来。母后身体可否安好？好多了，多亏了楚王妃，吃了她的药，本宫连往日胸口疼的毛病都没再犯过。今日这楚王妃怎么没与你一同进宫啊？哦，回母后，她最近身体抱恙，不太方便探望母后。无大碍吧？无妨，休息几日便好了。本宫阅人无数，像楚王妃这样的女子最是难得。她才情过人，医术高明，最重要的是她至纯至善，不似他人一肚子心眼。你可别为了榆木错失珍珠。是。城市画卷，轻描淡抹伤痕的痕迹，爱如落叶雾飘散在时光的边缘。轻点，轻点。所以
涵，你这个人还有没有点礼貌啊？尘缘之谈，在夜风中轻轻低吟。岁月如诗，诉说着无情的思念，留下的痛，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被毒蛇咬了，我快死了。没事的，只要把毒血吸出来，就不会死的。居然是他！王爷，这是燕王参与科举舞弊案的部分罪证，这是他的受贿账目，这是他的聘礼清单。这匕首是岳西的？是的，属下已经查明，这把龙纹匕首乃是南将大师亲手打造，独一无二，绝无仿制。燕王得到这把龙纹匕首之后，作为聘礼送给了岳西小姐。岳西，林岳西，你疯了啊！是他故意捅伤自己，嫁祸于我。他没撒谎，是被我冤枉了他。仔细想想，王妃加入王府之后，不仅没有做过坏事，反而一直在行善救人。先是救了九哥，然后是咱们的暗探，前不久呢还救了皇后娘娘。重点是从来没有挟恩图报过。本宫阅人无数，像楚王妃这样的女子最是难得。然后不知道是谁在我肚子上按了好久，糖葫芦被按出来了，再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给，把他嘴堵上。姑娘简直是一仙下凡，老朽佩服。母后要是出了什么事，绝对饶不了你。涵儿。最重要的是他至纯至善，不似他人一肚子心眼儿。姐姐不要！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阴险狡诈之人是他林月溪，爱信不信。同样的苦肉计用了2次，也就萧夜涵你这个狗脑子会相信。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来，给您药站好了，慢走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怎么啦？哪里不舒服啊？让姐姐看看。哎呀，别哭了啊，姐姐给你擦一擦啊。好啦，这就干净啦。王爷，真乖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谢谢姐姐。走吧。萧夜涵，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我的玉佩怎么在你那儿？这是你的玉佩？当然了。真的是你啊！什么是我呀？你到这儿来到底干嘛？哦，母后想你了，宣你立刻进宫。你没和母后说咱俩的事儿啊？母后大病初愈，本王担心她忧虑伤身，并未将合离之事告知。你要实在不想去，就算了。心情愉悦。确实能让身体恢复得更快一些。行吧，我跟你走一趟。见过母后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涵儿说你病了，那便在家好好休息才是，还跑出来做什么？母后。皇后并没有召见我，
你为什么把我骗到这儿来？身为子女，给母后请安，天经地义，非得要召见才能来吗？你搞清楚，我们两个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接下来有何安排？回医馆坐诊，明日回家看看我娘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我夫妻一场，本王还从未拜见过岳母，与理不合。进黄河入海流。从现代传到古代的女主林若锦，打赌作诗，背了100首诗惊呆众人。白日依山，就这个大女主手。现代女医生穿到古代成丑女王妃，第一步当然是改头换面治好自己。王爷不听话，果然朝堂作诗的情节每次都能把我爽到。前有范闲大殿作诗，在线反驳大臣口中梦里只背1首诗；现有锦衣风华里入海流，直接背了100首诗，震惊朝堂。不仅被夸到好诗啊，好诗，好诗，还会把迎来的显宣给薛烫。蜀王替他解围后，以为女主会服软，没想到现在你我两情，不要妄想以后本王会对你加以私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？谁都得往你身上贴。面对楚王时，被男主误会他，给他扎一针就好了。被妹妹刻薄对待，女主直接当场报仇，针扎的妹妹没法动。宴会上被绿茶要求现场作诗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他的也在那里，岂不是自甘下贱？面对王爷，想到曾在婚嫁时被嫌弃丑，而现在用医术治好外貌，才换来些许尊严，也是心有不甘。在王爷对他恶语相向时，暴躁回击，不是你休了，而是我休了。不懂得珍惜，只会围着心机挑战。阴险狡诈，居然是他！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，大女主就是暴脾气，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信，而且离了算了。看得观众们拍桌子直呼爽啦！锦衣风华，看得我乳腺通畅，简直不要太爽！当现代女一穿越成楚王妃，遇上冷面霸道的男主楚王爷，没想到女主一举一动都踩在我的爽点上，整只绿茶丫鬟绝不手软。拍个切实，我打就打了，甚至被楚王拦着救人，女主也不浪费时间解释，上去就是一针。被男主误会后，女主直接丢给对方一纸休书，而是我休了你。好解气的剧情，就爱看这种暴脾气女主。父亲的小妾瞧不起自己母亲，绝对不忍，站起来就骂。你既然说我母亲身份是因为还心安理得话，锦觅跟踪穗禾，发现了旭凤尚存一丝的魂魄，喂下丹药，可还没有等到旭凤苏醒，穗禾折返回来，锦觅只能逃走，回到天界。锦觅终于结识了心狠手辣的天后，天后是旭凤的生母，但2个人的性格相去甚远。天后对锦觅的怨怼，在锦觅身份被揭露后更甚。锦觅原来是水神和花神的女儿，当年天帝被花神的美貌倾倒，险些要因为她而废了天后。即便最终花神被天后害死，天后心中仍对她的女儿记恨，甚至想了坏主意，让锦觅下凡做凡人历练，企图在人间让她神魂去灭，在世间永远消失。却不巧旭凤也跟着一起轮回，在凡间2个人的感情不减反增。但回到天界，2个人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水神和天帝之间有约定，如果水神将来生了女儿，要结为亲家，也就是说锦觅要和润玉成为夫妻，和旭凤只能成为叔嫂。啊，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，那是它的羽毛。阴差阳错地救了这只打破了结界的凤凰以后，锦觅成功逃出水境，随着凤凰一起上了天界，成了他的书童，每天想着300年灵力，100年灵力的大王种，甚至因为贪恋灵力而吃了朱雀卵，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修为，才能救活自己的朋友肉肉。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水养，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。人家是葡萄吗？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，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因为带了锁灵簪，别人看不出锦觅的性别，甚至有仙女打算追求锦觅，因为锦觅不识情爱，哪怕做了出格的行为都不自知。阿凤，让爷好好等等你吧，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。阿凤，你就疼了爷吧。但旭凤却在其中点点沦陷，锦觅对于情爱也并非没有半点反应，他对旭凤的情谊一点点加深，就会听到霜花碎裂的声音。在天界，锦觅认识了老大不小却黑发童颜的红狐狸月老，温润如玉的美男鱼润玉，更
水神本来打算去取消这个约定，但瑞玉故意利用锦觅不懂感情，引导他说出喜欢自己的话给水神听。水神以为两人两情相悦，不了了之。可锦觅和旭凤已经双修，有了实质的关系，并护送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。这是春华秋实，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，用灵力催动，便可以画出整个春华秋实的美景。朝春暮秋，可以延续1日呢。为什么只有春华秋实，我还想要你的夏赤冬雪呢？画蛇添足，你是火神，便是夏日赤阳。天后被关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旭凤。因为需要守孝，锦觅和润玉的婚期延后了3年。守孝结束，锦觅见了旭凤，结了一绺头发，让旭凤放在内丹经原处。婚礼上是润玉预谋的叛变，旭凤与润玉交战，当琉璃禁火的光辉闪烁，锦觅想起了被杀害的父亲、风神和母亲，拿起了水神用半生修为给他打造的兵器，刺中了旭凤的内丹经原处。旭凤魂魄消散后，锦觅的允丹终于从口中吐出，恢复了情爱。因为悲伤过度，昏了过去。天帝因为悲愤过度，自毁元神，瑞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天帝。锦觅苏醒后，领悟了自己对旭凤的爱，不停地去忘川找寻他的影踪，知道旭凤还留有一丝魂魄在世间，便去找太上老君求取丹药。为了得到炼制丹药的药引玄穹之光，历经艰险去找仙帝力的大哥，甚至用自己的眼中色彩作为交换。从此锦觅眼中只能看到黑白2种颜色，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容器，承载玄穹之光，导致元气大伤。在魔界，与任气的润玉温润如玉表面下内心的阴暗。你利用我不懂情爱之事，用我说出喜欢你的话，你为的就是让爹爹相信我喜欢你。因为你害怕，你怕爹爹撤销我们的婚约，因为你害怕失去爹爹常有力的后盾，你想让爹爹跟你一起对付旭凤，对吗？你任由我出入七武宫，你任由旭凤来看我，你为的仅仅是用我拖住他。你送给我野兽是为了监视我，你早就知道爹爹是为谁所杀，而你不光是一个不齐的高手，你更是一个赌徒。大婚那日，你就下了一个赌注，你赌的就是旭凤会闯进来，你赌的就是我会杀了旭凤，对吗？什么蛇啊天君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一个赌注，那个赌注就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，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而已。你真的太可怕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你如此步步为营，分毫不差，你可以让全天下的人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一部起初因片名太长不被看好，后因演技在线改编精良，而逆袭18年暑假档的黑马玄幻剧。当年看这部剧的人，有的因为主角演技炸裂，有的因为沉溺于小医仙官的颜值，而我不是重点。女主锦觅本是花神之女，但因花神为情所困，不想女儿重蹈覆辙，于是使用允丹让锦觅断情绝爱。待我去后，切莫立他为花神，做个逍遥散仙，便是极好。花神死后，花界方主隐瞒了锦觅的身世，一直将她禁在水镜里，不能出去，以至于几百年来，锦觅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果子精，直到遇到一只烧焦的鸟儿。我看到一朵鸟，哎，是一只鸟，是一只一只的，而我呢，便是冬日霜雪啦。如此，正是4季都齐全了。锦觅的允丹经过凡间的经历，几乎要冲破桎梏，打算去退婚。水神以为锦觅是小孩心性，没有答应。已经黑化且无法容忍未婚妻与旭凤缠绵的润玉，趁着锦觅熟睡，重新将允丹修补好。锦觅又断了念想。而天后当年杀害花神的事东窗事发，
加上企图杀害锦觅，于是被关进了炼狱之中。但他仍然不死心，将自己的毕生功力传给了自己的侄女，也是心仪续奉的鸟族首领穗禾。仵作已将毕生修为度于你，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，定要复兴鸟族，助儿续奉，登上帝位。穗禾飞信约见水神，用琉璃净火杀了水神和他现任妻子风神。信上的字句和续奉的完全一样，会使用琉璃净火的人，天界就只有凤凰和天后。直接对他人修术。王爷，你搞错了，不是你修了我，而是我修了你。读美搞事业，开医馆，医术也是没得说。而且医馆不仅没有高额收费，还开了每月义诊，一直没治好的柿子吃了他给的药，立刻就好了。这么疼啊！看到母亲脸上的红斑，为母亲报仇。通过当初下药的记录，就知道是谁害了母亲。原来都是大姐暗中中饱私囊。女主直接喊管家当面对质，解决了家庭毒瘤。和男主的误会解开后，更是强强联手，至少情商都在线。三观超正的清醒大女主，谁能不爱啊？而且女主还演过双世宠妃，冲这颜值剧情我必看。看这样的大女主剧真的是爽爆了！现代女一身魂穿苦命的丑女王妃，专治各种不服，上来就暴打新姬女，既然敢勾搭王爷，那就开揍！帮你啊！回到家后，父亲责怪她嫁给王爷，却没给家里带来利益。废物！本以为能嫁给王爷，被家里添些处理，发现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，直接当面开队，沦落到卖女求荣。在吃饭聊天时，父亲的小妾瞧不起自己母亲，绝对不忍，站起来就骂：你既然说我母亲生存地位还心安理得，花他的眼的，那你岂不是自甘下贱？面对王爷，想到曾在婚嫁时被嫌弃丑，而现在用医术治好外貌，才换来些许尊严，也是心有不甘。在王爷对他恶语相向时，暴躁回击：不是你修了，而是我修了你。不懂得珍惜，只会围着心机挑战。阴险狡诈，居然是他！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，大女主就是暴脾气。既然我说什么你，那肯定要上。看得观众们拍桌子直呼爽啦！甚至女主自己还开了个医馆，美美搞起了事业。绿茶竹马见缝插针，在宴会上为难女主，让她背诗，结果女主怒背100首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死路不通的绿茶又在男主面前装可怜，陷害女主，结果女主根本不在乎，你爱信不信？气急败坏的绿茶甚至把命案再放到了女主身上，结果被女主轻松化解。不仅解决了瘟疫，还查出了幕后凶手正是绿茶竹马，还做到了让男主反过来求他原谅。就这个一心搞事业的大女主爽，红锦衣风华的女主就是专治各种不服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还赢了30万两钱，然后把这些钱都捐给了念华婶的学堂。这一气风发的样子，别说楚王了，谁能不信星眼放光？明明是地狱开学，先是被妹妹刻薄针对，又被柳依依陷害，却能反把欺负自己的人拿捏，被冤枉直接反对着男主人修术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是我林若姐的夫君。被陷害能立刻反击自证，还自己开医馆，完成了古代外科手术，打脸王爷。这女主人设每一个情节都是高光啊！而且才发现女主还是双世宠妃的静心哎，可以放心追了。